近全网都在为一场麦田战役热泪盈眶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场面，却戳中了无数国人最柔软的心底。很多外国人看完直呼看不懂，他们永远无法理解中国人对粮食的执念到底有多深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际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2026年5月，湖北襄阳536.19万亩小麦全面成熟，金黄麦浪铺满鄂北大地。本该是丰收喜悦的时刻，却遭遇极端天气突袭，持续阴雨浸泡麦田，土壤泥泞潮湿，成熟的麦子迟迟无法收割，倒伏、发芽、霉变风险急剧飙升。更致命的是，气象预警明确提示，5月23日新一轮强降雨将再度席卷全域。所以往年襄阳麦收窗口期有7至10天，而今年2轮暴雨夹缝中，留给农民抢收的时间仅仅只剩60个小时，短短2天半的时间要抢收超500万亩成熟小麦，一旦错过1年的劳作，1季的收成大概率将全部付诸东流。对于靠土地谋生的农户来说，这不是简单的收成减产，而是实打实的全年生计受损。危急时刻，一场全城联动、跨省驰援的鱼口夺粮攻坚战在襄阳全域火速打响，所有人拧成一股绳，只为守住老百姓的饭碗。这场抢收战没有旁观者，全员皆是战士，从襄城、樊城、襄州到保康、南漳、宜城、老河口、襄阳所有县区同步进入战时抢收状态，各地打破作息，全员上阵，机关干部下沉田间，农技人员驻点指导，电力工人24小时值守保电，民警沿路护航疏导，志愿者奔走帮扶农户，全域开启人歇鸡不歇的昼夜作战模式。针对村内无劳动力、年老体弱、留守老人等困难农户，各地组建专项帮扶小队，上门代收、代运、代烘，坚决做到不漏一亩田、不落一粒粮，守住每一户农户的丰收希望。为了打赢这场硬仗，湖北全省紧急调度超9万台农机设备奔赴鄂北麦田一线，全力保障抢收抢烘作业。仅襄阳本地就统筹调配2.7万台收割机，同时紧急从河南、山东、江苏、青海、四川等多个省份跨省调运4200余台收割机驰援补位。一线作业农机总量突破3.1万台，无数跨区麦客千里奔赴，像逐浪候鸟一样奔赴襄阳麦区。凌晨赶路，昼夜作业，只为抢抓短暂晴好窗口期。很多农机手刚收割完家乡作物，来不及休整，连夜驱车数百公里奔赴湖北，累了就在驾驶室短暂休憩，醒来立刻下地开工，拼尽全力和天气赛跑。抢收只是上半场，烘干归仓才是守住丰收的关键一环。为解决阴雨天气湿麦难储存的难题，襄阳全域1608台烘干设备全部满负荷运转，全市批次烘干能力可达51492吨。其中宜城170个烘干点，320台设备24小时不停烘，日处理能力超8000吨；老河口71个烘干点，125台套设备全力运转，日烘干能力突破1万吨；襄城19个烘干点，32组机组昼夜作业，日处理湿麦超3800吨。所有烘干站点3班轮岗通宵作业，哪怕麦子含水量超标，也会层层把控，充分烘干，彻底杜绝发芽霉变风险，牢牢守住丰收最后1公里。不止农机与烘干保障，各行各业全程兜底护航。湖北交投襄阳运营公司在各个高速收费站开设农机专属绿色通道，设立便民服务台，免费提供饮用水、简餐、应急药品、维修工具，简化农机车辆检验流程，全力保障跨区农机顺畅通行。仅5月20日至24日，襄阳高速累计通行运输收割机车辆超12000台，5月24日单日通行量就高达1960多台。供电部门全员值守，逐点巡检烘干厂电路设备，24小时响应抢修需求，坚决杜绝断电停机情况，保障烘干设备不间断运转。
众人拾柴，众志成城，极致的坚守换来了亮眼的抢收成绩。截至5月23日中午12时，襄阳536.19万亩小麦已成功抢收397.18万亩，全域收割进度达到74.1%，其中樊城区15.04万亩小麦收割进度高达99.8%，基本实现全域收完。古城县24.6万亩小麦收割进度达97.4%，抢收工作接近尾声。截至5月24日，襄阳小麦整体收割进度已突破87%，全域油菜全部收割完毕。全省范围内，截至5月22日晚，小麦收割进度超70%，油菜收割进度达90%以上。原本看似无解的天灾困局，就这样靠着全民同心、跨省驰援，硬生生被我们逆风翻盘，用行动守住了大国粮仓的安稳，守住了千万农户1年的生计。这场惊心动魄的60小时鱼口夺粮战，没有宏大的宣传造势，却凭着最真实、最朴素的全民坚守，刷屏全网，火遍海外。在象州区火牌镇，11.5万亩麦田9成已然颗粒归仓。村干部、基层干部连着熬了2个通宵，双眼通红，嗓子沙哑，却依旧坚守在田间和烘干厂。烘干厂里刚收割的湿麦经过通宵烘干，达标入库，堆积成金色小山。农户们再也不用为阴雨天气焦虑，不用看着1年心血付诸东流。有村民冒着细雨抢收吃熟麦田，在村干部协调农机、专人帮扶下，顺利完成收割售麦。悬了多日的心终于落地，很多农户坦言，要是放在以前，遇到连阴雨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麦子坏掉。今年靠着全员抢收，全程保障，自家1亩地都没耽误，所有收成全部稳稳归仓。这份踏实是任何补贴都换不来的安心，也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丰收地气。这场全民抢收的画面传到国内社交平台后，瞬间引爆热议，无数网友纷纷留言庆祝。有网友感慨，中国人对粮食的敬畏是刻在基因里的记忆，我们祖辈亲身经历过食不果腹的艰难岁月，所以深知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，深知手中有粮，心中不慌的真正含义。还有网友表示，最动人的从来不是机器轰鸣的抢收场面，而是万众一心的凝聚力。干部通宵值守，麦客千里奔赴，群众互帮互助，普通人的微光汇聚在一起，就足以抵御所有天灾风雨。而更多的网友则是被这种中国式团结深深打动。平时大家各自生活，各司其职，偶尔也会为琐事争执，但一旦遭遇灾情，面临考验，14亿中国人会瞬间拧成一股绳，不分地域，不分你我，无条件互帮互助。小编觉得这就是中国最可贵的底气。我们从不依赖运气和祈祷，只相信脚踏实地的行动。遇到难题，万众一心，迎难而上，这也是我们总能创造奇迹的核心原因。随着相关视频持续发酵，大量外网网友纷纷围观热议，不同国家的网友道出了截然不同的心声，反差格外刺眼。不少欧美网友看完后满是震撼，直言这种场面在他们国家根本无法想象。有美国网友坦言，几百公里跨省无偿帮陌生人收粮食，在美国几乎不可能发生，没有人会愿意耗费时间、精力、成本去帮扶素不相识的人。德国网友感慨，面对突发极端天气，他们只能被动等待，没有任何全民联动救灾、互助抢收的机制和凝聚力，只能听天由命。还有部分外国网友的言论满是不解与傲慢，让人无奈又心酸。有日本网友调侃，不就是粮食受潮发芽吗？完全可以花钱重新购买，没必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大动干戈。这种言论恰恰暴露了他们根本不懂中国的粮食情怀。在外国人眼中，粮食只是可以交易、可以用钱置换的普通商品，但在中国人心中，粮食从来不是简单的商品，是无数农民日晒雨淋的辛苦付出，是祖辈传承的敬畏之心，更是一个国家最坚实的安全底线。还有外网网友质疑，这种自发式抢收效率不够高，不如统一规划、统一调度更规范。但他们不懂，天灾从不等人，暴雨不会给人开会讨论，层层部署的时间，60小时的极限窗口期，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。早收割1小时就能减少1片损耗。中国人的救援逻辑从来都很简单，不纠结流程，不犹豫观望，先行动，先兜底，先止损，用最快速度守住最大的希望。
无数麦克千里奔赴，昼夜不休，基层干部通宵坚守，默默付出，普通村民互帮互助，暖心护航，各行各业全程兜底，全力保障。这些平凡人的坚守汇聚成了最动人的中国画面。中国的强大从来不是依靠先进的设备和顶尖的基建，而是源于14亿普通人关键时刻的双向托举，同心同向。暴雨可以打弯麦穗，却永远打不垮中国人的脊梁；天灾可以阻碍丰收，却打散不了中国人的团结。这场60小时极限抢收战，没有轰轰烈烈的宣传，却用最真实的画面告诉世界，何为中国底气，何为中国温度，何为万众一心，众志成城，山河无恙，颗粒归仓。这就是独属于中国的浪漫与力量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